兰儿心里暗暗发誓：既然做了皇帝的女人，那么她一定要拥有一切，一定要成为人上人，即使皇上也要敬他3分。凤在前，龙在后，凤在上，龙在下的想法，已在他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。他自语，自己有足够的心计勇气战胜任何对手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皇儿平身。儿臣谢过皇额娘。奴婢给太佛爷请万安，给皇后主子请大安。哟，瞧瞧，这身衣裳可真是漂亮啊！哼，怪不得皇上这么急着要册封呢。我看看，嘿，还真是一个漂亮丫头，哪儿都好。你还别说，穿上这身衣裳，还真像宫里的贵人呢。只是这头上戴了朵兰花，可又回到乡野村姑的样了，抬不上桌面。你们说呢？这樊爵儿，你知道吗？你触犯了宫中大忌。我告诉你，在我没同意之前，册封之事就不成立，你还不是贵人。你现在就穿上这贵人的衣裳算什么呀？难道你想在这些皇后嫔嫔面前故意给我难堪吗？回太佛爷话，奴婢不敢。实在是奴婢不懂宫中规矩，宫女给奴婢穿了什么，奴婢也就穿了。而且这套衣服是皇上，啊不，是万岁爷亲自为奴婢选的。万岁爷同意奴婢穿，奴婢想，应该就不算犯了宫中大忌吧。哼，哈，好一口伶牙俐齿！你瞧瞧我这刚说了一句，你就这一大堆的，一股脑的都推到我皇儿身上。行了，穿了衣裳也就罢了，咱不提这事儿了啊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从圆明园过来，住哪儿了？回太佛爷话，宫中奴婢是第一次来，人生地不熟，实在不知，只是听万岁爷讲过一句，好像是养心殿。你知道我们大清国的组织规矩吗？皇额娘，兰姑娘现在还没有名分呢，她在宫中没有住的地方，是儿臣自作了主张，让她陪儿臣在养心殿暂住了一晚。暂住一晚。我想今天在这儿的人都明白，养心殿那是皇上专门处理政务的地方。除了皇后以外，
任何后宫的嫔妃贵人，白天黑夜都禁止出入的。兰姑娘，你现在还是一个宫女，居然敢在养心殿住了1个晚上，这不明摆着拿我大清的礼法于不顾吗？安德熙，奴才在。你这九州清念的宫监首领是怎么当的？难道你拿这些后宫嫔妃随便出入养心殿当儿戏吗？你活的是不是不耐烦了？太佛爷息怒，奴才罪该万死，奴才一时疏忽忘了提醒，还请太佛爷恕罪。奴才替兰姑娘给您叩头了。皇额娘，儿臣已经下了手谕，册封兰儿为贵人了。儿臣想，宗人府的册子恐怕已经在您的……这不是还没磕头呢吗？没磕头，就不能算作正式册封。即使是正式册封了，他也不过是个贵人。难道贵人就可以在养心殿留宿吗？我想连皇后也没这资格吧。儿臣错了，请皇额娘海涵。既然你执意要册封这个兰姑娘，我也不拦着你，免得让你觉着我要坏你什么大事儿似的。不过她坏了祖宗规矩，我应当处罚她吧。皇上，你没意见吧？皇额娘，由于时间匆忙，儿臣来不及安排兰儿，是儿臣让她在养心殿陪儿臣过了一夜。如果有错，错在儿臣，儿臣甘愿受罚。你倒挺护着她的。皇额娘，儿臣知错了。好吧，既然皇上都开口了，那我就得给这面子。儿臣谢过皇额娘。兰姑娘啊，按照祖宗的规矩，白天进入养心殿的嫔妃是要被乱棍打死的。看在皇上的面子上，念你是初犯，就从轻发落了，死罪就免了，可是活罪难逃，是吧？来人呐，拉出去打40大板。启禀太佛爷，此事是奴才安排不当，要罚您就罚奴才吧。兰姑娘初进宫中，不懂规矩礼法，再则兰姑娘刚刚小产，身体虚弱，绝不可动此大刑。奴才甘愿替兰姑娘受此40大板，还请太佛爷开恩，饶过兰姑娘。住口！安德熙，你以为我完了？我没完。前2天刚提了你正6品，你嘴上说的好听，感恩戴德的，谢过太佛爷恩典，谢过太佛爷恩典。可是你骨子里面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啊！启禀太佛爷，奴婢犯的错，奴婢愿一人承担，甘愿受家法处置。只是奴婢想知道，有关册封之事，今日是否还成立？册封，磕过头就算正式册封的，哪儿那么容易呀？皇额娘，册封一事可以暂缓在议，请皇额娘开恩，收回成命，万不可家法处置。启禀太佛爷，你干嘛？这儿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贵为皇后，难道你也要给她求情吗？回禀太佛爷，正是。我全听清楚了，兰姑娘初来乍到，不懂宫中规矩礼法。刚才您的训斥，我想她一定会牢记在心，绝不会有再犯。兰姑娘刚刚小产，动此大刑恐怕伤内，恳请太佛爷开恩，饶过兰姑娘。太佛爷开恩，饶过兰姑娘。哎呀，好了，既然你们都给他求情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那就按皇上说的，册封的事儿先暂缓吧。皇上，给宗人府下一个手谕，暂缓。你觉得这事儿处理的算圆满吗？儿臣。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你们跪安吧。
兰儿的册封不能改，先将她接到圆绵的天地一家春，一切按照贵人的名分安排妥当。好，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那天皇上都答应我了，册封之事暂缓在议，怎么突然这就又变卦了？也怪我心慈手软，那天他住养心殿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行家法，乱棍将他打死。现在也就没有什么册封不册封的事儿。太佛爷，微臣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少绕圈子，说。谢太佛爷。微臣心里边一直在琢磨一件事。既然皇上执意要封他，我想太佛爷还是应了皇上，您就做个顺水人情也无大碍啊。不成，他封他的，我撤我的，反正我不能让这个叫兰儿的姑娘住进我皇宫大内。太佛爷，以微臣之见，您就同意册封兰姑娘为贵人，随了皇上的心愿，同时在遗旨中给她立个规矩。立个规矩？哼，先前皇上跟我立的规矩多了，他听吗？太佛爷，先前所立的规矩乃是口说无凭之举，而现在不是，白纸黑字，不怕到时候皇上不遵守。那你倒说说看，怎么个立法啊？太佛爷，以微臣之见，您就以后宫主管身份下一道遗旨，就说以皇上子嗣为大作为理由，饶了兰儿私留养心殿之过，正式册封，将功补过。如果兰儿1年内怀有皇上子嗣的话，就加封贵妃；相反，1年内没有身孕，立即册封。哎呀，这主意听着好像还不错哈。可是那兰姑娘要真是在这1年之内怀上了呢？太佛爷，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。为什么？您下令将兰儿送至宜妃宫当差，皇上是忧心疑虑，大病一场。这宫中众多太医均为皇上看过病历，微臣在太医那儿连蒙带唬，总算得到了点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？皇上下身有病，根本就不能生儿育女。不会吧？这事儿不大可能吧？不是先前那个兰儿姑娘不是怀上过吗？那是过去，现在想都别想。太医说了，皇上身上这个病啊，属于疑难杂症。哦，哎呦，那可一定得拿到皇上得了这种病的证据，最好是太医院的医生开的处方。太医给皇上看病，都是当着皇上的面开的处方，另差人拿着处方去抓药，抓完药以后，这个方子必须交给皇上自己保管。恐怕想拿到处方很难呐。哎呀，就是因为难，才让你想办法嘛。一旦拿到了处方，证明皇上下身确实有病，那就是证据，不怕他不立大纲。太佛爷，以微臣之见，您就正式下遗旨，册封兰姑娘为贵人。此举一出，皇上自然就不会多想。到那个时候，微臣办起事来就更加容易。老七啊，你真是个鬼东西！兰主子，大喜了，大喜了！有什么可喜的？太佛爷懿旨到，兰贵人接旨。兰贵人接旨。奴婢接旨。后六宫主事桓考康慈皇太佛爷懿旨，念皇上子嗣为大之由，免去兰儿私留养心殿之过，正式册封贵人名分，将功补过。兰贵人如1年内怀上皇家骨肉，加封贵妃；反则1年内如无怀身孕，
贵人名分立即册封，贬入宜妃宫。谢太佛爷恩典。兰贵人，奴才刘福先给您道个喜，您瞧瞧，这是太佛爷让刘福送过来的礼物。谢谢太佛爷，谢谢大总管。大总管，这是……哦，兰贵人，原先在园子里头，奴才多有得罪，请您海涵。往后您要是说有用得着奴才的地方，您就圆一声啊，不是您就说一声，奴才一定效犬马之劳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奴才刘福给您磕头了。这是做什么呀？以前的事儿啊，不怨你，那不是公务吗？算我倒霉，遇见了死孩子走眼的事儿。哎呦，快起来吧！哎，奴才刘福，谢兰贵人。我不会怨恨您的，日后还要靠着大总管多多照应呢。奴才不敢。我是新来的，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将来有什么事儿，您就多多指点吧。奴才一定尽心尽力，效忠兰贵人。兰贵人，那奴才就先退下了。嗯。兰儿，看一看，有什么讲究吗？此香非花香，皇上莫非是刻了奴婢的名字？你一眼就看出来了？这圆戳暗喻的就是园子，园子里嘛，不是花香就是草香。兰花是草香中的极品，正好又与奴婢的名字相合，所以奴婢猜，皇上刻的就是奴婢的名字。兰儿，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美人儿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全对。朕刻这枚图章正是此意，朕要把它送给你，作为你册封兰贵人的礼物。谢皇上恩典。兰儿，这下好了，皇额娘同意册封，你现在是贵人了，再也不是什么奴才。今天可是你的大喜的日子，朕都为你高兴。兰儿，你怎么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啊？一般的宫女和下人，她们得到了册封和名分，她们高兴的嘴都合不拢呢。你怎么脸上都没有笑意，看起来还有些心事重重的？皇上，奴婢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尽管讲，你跟朕之间不存在不当讲的话。皇上，太佛爷在遗旨中规定了奴婢怀孕的期限，按理这是不合祖宗规矩的。难道皇上没有察觉出他是有意要难为奴婢吗？不出1年，你一定能怀上。皇上，要是1年半载，奴婢是说，万一1年半载的奴婢没有怀上，那眼前这一切不是……放心，你一定能怀上朕的骨肉，朕可都指望着你呢。奴婢谢皇上恩宠，但凡事总有个万一啊！万一奴婢没有怀上，那眼前这一切就成了南柯一梦了。等到梦醒的时候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皇上，
兰儿，你不必胡思乱想了。就在朕在大街上碰见你的那一天，朕微服出宫去白云观，道长给朕求签算了一卦。道长说，朕命中有一子，而能给朕生这个儿子的女子，名字当中有一个兰字。这说的不就是你吗？而且，朕把你招幸办寝只是一夜，你就怀上了朕的子嗣，这说明你的确就是那个能给朕生儿子的女子。这是天意啊，天意不可违。朕以为不出1年，你一定能给朕生一个龙子。奴婢谢皇上吉言。兰儿，坐吧。兰儿，你看，从奴才变成主子，原来就是这么容易。太佛爷一道懿旨，兰儿从此有名有分。但他心里明白，这名分如同福海上飘动的薄雾，太阳一出，风吹雾散，一切也就全都不存在了。要想保住自己的名分，他只有怀上皇上的子嗣，才能从此站稳脚跟。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，回园之后，皇上尽管赵姓办寝，但终未与皇上共赴阳台，未能完成男欢女爱之举。他不清楚皇上到底有什么毛病。舅妈，您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，这是送给您的寿礼。哎呦，荣禄，这可太破费了啊！舅妈这儿是小门小户的，你送这么贵重的礼干嘛呀？舅妈，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，也是我阿玛和额娘的意思。他们等您生日那天再来跟您祝寿，让我先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了。可我跟你说啊，这么贵重的礼，我一点都不能收。来，先喝点茶啊。谢舅妈。喝茶。舅妈，咱们都是亲戚。再说，我阿玛和额娘早就想为您祝寿，这礼物啊，您一定要收下。哎呀，不成。另外，兰儿妹妹大喜，可喜可贺，各应该送贺礼才是啊。你说什么？兰儿大喜？怎么，舅妈您还不知道啊？哎呦，不知道啊！你看，自从上次见了兰儿以后啊，她就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说这人一进宫，怎么连家都不能回了？真是。哎，你说兰儿大喜，这喜从何来呀？兰儿妹妹啊，已被册封为贵人，是皇上的人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舅妈您还蒙在鼓里？哎呦，真有这么回事啊！兰儿她册封贵人，成了皇上的人了。我是宫中禁军侍卫，整天在宫里当差，亲耳听李公公说的，错不了。舅妈，您以后可就是皇上的亲家了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事儿，哎呦，怪不得上回兰儿跟我说她回不了家了呢。她留在宫里伺候皇上，皇宫便是她的家，她当然回不来了。哎呀，是啊。有多少满人女子想成为皇上的人，但是真正有这个福分的可不多。所以舅妈，我给您道大喜了。哎呦，同喜呀！哎呀，你看兰儿她阿玛死得早，要是她在天有灵，知道我们兰儿这么有出息，那该多高兴啊！这，哎呦，梅儿，姐姐当贵人了，成了皇上的人了。我姐姐她成了贵人了。额娘，那咱们成了皇上的亲戚了，太好了。荣禄，你先在这坐会儿啊，坐会儿。
手。管家，哎，把我这件做寿的衣服放到里屋去。是夫人。叠好了啊。你说兰儿她舅舅家平时跟咱们走动的不算远也不算近，怎么突然想起给我过生日，还送这么贵重的礼物？这怎么受用得起呀？还不是因为大小姐兰儿得皇上宠幸啊，如今又被封了名分，咱们家自然也就不同以往了。现在不仅老夫人脸上有光，就是我这当下人的也一样觉得能挺起胸脯上街了。夫人，现在不仅荣禄家的要送礼，我听说有几房远房亲戚也要咱这儿送礼呢。是啊，哎呀，这可真是啊！人人都知道锦上添花，可又谁能想起来雪中送炭？想当年老爷子走的时候，办丧事那钱不够用，我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也没借着几个钱。现在可倒好，知道咱们兰儿当了贵人了，这送礼的都挤破门了。这可真是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呐。是啊，夫人。夫人，有件事儿，我这当下人的一直想提醒您。什么事儿？大小姐兰儿和公子的事儿。现在大小姐已经是皇上的人了，她进园子以前跟公子的这层关系传出去可非同一般。我想请夫人早做打算。知道公子和兰儿这层关系的人不在少数，不单是街坊邻居，就是那些亲戚朋友当中知晓此事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一旦传进园子，我怕对大小姐不好。说的是，本来我是想按兰儿这意思，把她妹妹许配给公子啊。那是好事儿啊。我跟志同说了这层意思了，可是他就是不愿意。你赶紧劝劝他死了这条心吧。兰儿和志同啊，要不是因为兰儿进宫，这俩孩子早就成亲入洞房了。一对鸳鸯就这么给拆散了，这都是命。其实不是兰儿中途变心，是皇上看上了她了。你说这事儿谁拦得住啊？管家，你也帮我劝劝志同，老大不小的了，这事就不能再往下拖了。要不然就娶了梅儿，要不呢就另寻一个好人家。这事儿啊，不能拖过今年冬天，明年开春之前必须把它给办了，知道吗？我速去准备。志同上哪儿去了？这几天我怎么没看见他？可别出什么事儿啊！那我先去看看他。快去吧。这都是命。哎呀，这条好肥啊！就是还争嘴。往那扔点，往那边扔。奴才月海给兰主请安。来，你们接着喂啊，接着喂。怎么样？打听到了？打听到了，总管之房下了册子，
将瑞英姑姑从海盐堂调往方湖胜境当差。方湖胜境？回主子话是方湖胜境。月海，奴才在。我在这园子里面没有贴心知敬的人，把你要到我身边当差，就是为了能成为我至亲至敬的人。你能明白吗？奴才明白。兰主子对奴才和灵美姑娘的大恩大德，我月海永志难忘。今天我继灵美姑娘的在天之灵，在这儿给兰主子叩头。不要，被别人看见说就行了。没有兰主子和安公公，我不可能活到今天。我月海甘愿为主子当牛做马，万死不死。兰主子来了，还不请安？奴婢给兰主子请安。奴婢不知兰主子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兰主子恕罪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不知者不怪，你又不认识我。谢兰主子。哎，你们这儿地儿还不小呢，一共多少人啊？回兰主子话，一共7个人。7个人。瑞英姑姑在吗？瑞英姑姑在京堂打坐，奴婢这给您叫去。哎，别去了。你先忙你的，我自己去。云儿，你也不用去了，我想一个人四处看看。姑，瑞英给兰主子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瑞英姑姑，别叫我瑞英姑姑，叫瑞英就行。以前在海晏堂，我不就是你手下的一个宫女啊？那行，你要是不愿意我这么叫你，以后我就叫你姐姐，你叫我妹妹好不好？那可不敢，那可是乱了宫里的规矩。哎，宫里有宫里的规矩，我们姐俩可没这规矩。我们到外面说话去好不好？兰主子，你最近一向可好啊？好是好，就是挺闷的，身边也没什么知心的人说话。上次宜妃宫见了你一面，我一直惦记着，托人到处打听才知道你跑这儿当差来了，所以今天也没来得及打招呼，就来找你了。谢兰主子惦念。听说您被册封为贵人，奴婢替你高兴呢。那都是皇上的恩典，身边的人倒是也挺帮我，像安公公。哦，说起安公公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姐姐跟安公公也挺熟。我听人说是安公公以前救过姐姐的命啊。确实有这么回事儿。道光25年的冬天，就在这个福海上，我想从冰上抄近路到南门送东西，没想到我掉进了冰窟窿里。呀！听别人说，冰面和水面之间有一层空隙，不至于憋死。我就使劲地伸着脖子，眼看着真的不行了。这时候，安公公正好打此路过，跳下冰窟窿救了我。我还听说，好像就是因为这个，道光爷就赏你们2个对食来着，是吗？兰主子回园子没多少天，知道的事儿还不少呢。哎，知道点儿总比不知道强啊。我这初来乍到的，要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整天听别人说东说西，一点主见都没有，怕时间久了，在这园子里就混不下去了。的确是这么回事儿，确实道光爷曾经将我赐给安公监做对食。那后来为什么道光爷又改变主意了呢？回兰主子话，那倒不是，只是因为当时我年纪尚轻，安德兴怕误了我的终身大事。看来这安公公还真是个好人。我怎么听说您被道光爷宠幸过呢？兰主子，你这行了姐，我们这就是瞎聊天，你要是不愿意说，我也不会逼你。
看见脸一阵儿白一阵儿红的。其实说起来，被皇上宠幸那是好事儿啊，干嘛跟做贼似的呀？怎么说呢？反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，跟你说了我也不怕。其实奴婢从未被道光爷宠幸过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儿。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道光爷死了，经侍房的太监在房事册里居然见到了我的名字。究竟是阴差阳错，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，我也搞不清楚。进侍房一口咬定，硬说我是道光爷的人。尽管道光爷在世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名分，却不得不留在宫中守一辈子的活寡。这可真是怪了，到底是无意中出错，还是有人捣鬼啊？说不上。你不提啊，我早忘了。本想把这个秘密一同带进棺材里，看起来咱姐俩有缘分。没想到今儿在你的面前，我把这个事儿就给抖了出来。哎，说到这缘分，姐，你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做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来。你来。姐，我问你，想不想有那地方？我现在呀，那儿缺一个管事姑姑，你愿不愿意到我身边来？那当然是奴婢的福气了，只怕伺候不好兰主子。您现在身边有皇上，如果伺候不好，对不住万岁爷不说，弄不好还会给你添麻烦。不会的，姐，老实我跟你说吧，我现在啊是两眼一摸黑。什么也弄不清楚，你要是能到我身边，不仅可以做个伴儿，有什么事儿也有个人商量啊。姐，你就答应吧，我求你了。可别这么叫，这要折我的寿的。那你答应我，答应啊！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分，我就答应你。太好了，那我这就跟万岁爷说去，你等我好消息。走了啊！您养神呐？去，刚这歇会儿，这出去。俺老弟，这儿呢。哎呦，刘大总管，您可是稀客呀！有事您招呼一声就得了。兄弟，我上您那儿去。哎，不敢啊！你没想我是特意跑到九州清宴来的吗？快请！不去，我得先开个眼。哎呦，真气派这地方！嘿，你瞧这架子，这个一瞅紫檀的，还镶着花梨。你在这儿，哎呀，雕栏玉砌，嘿，哎呦，这值钱了，这是上等大理石啊，这是，棒！兄弟呀，哥哥我就不成喽，全是杂木的，硬杂木。全是大叶红，连小叶都没有。哎，在皇上跟前当差，他就是不一样。我的哥哥哎，您就别拿您这傻弟弟开心喽。不是，这都是花梨紫檀。对呀，可那都是园子里头皇上的呀，我哪趁呢？花梨我顶多蹭俩烟梨就不错了。您快坐着。哎，对了，我给您沏壶好茶去啊。留了好长时间了，听说是上等的好茶叶，一直没敢喝，就等着您来呢。哎，得嘞，正好我借您光，我也蹭口好茶去。坐着。哎，安老弟啊，我听说太佛爷让净室房下了一册子，说是把你从正7品提到正6品了。
这么好个事儿，你怎么都不圆一声？哎，你给老哥哥一机会，让我过来给你道个喜什么的。你呀，就怕我让你请客吃饭破费。哎呦，瞧您说的，哎，什么时候哥哥您想喝，您说一句，兄弟这儿候着。哎，玩笑，玩笑。来，啊，有一个事儿啊。今天恭喜你荣升，这可是发自内心的。哎，是。还一事儿，哦，你可千万不能说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用得着朝前，用不着朝后。哎呦，我哪敢呐！哥哥您说，兄弟我洗耳恭听。对呀，坐着说。哎，哎，您用茶。哎，兄弟，你说现在这宫里头啊，什么是最让人烦心的？说实话，那是不知道，这不是实话。您看，你瞧，你是皇上身边的人，这皇上心里头有什么心病麻烦事，你告诉我不知道。哎，这我知道，不就是想生儿子吗？谁都想，我还想呢，管用吗？您说？这皇上一直没有儿子，然后本家王爷什么的，天天议论。说是为了大清朝后继有人，得立大阿哥，选皇太子。是，虽说咱们俩人都是宫中的差人，但是你我这心里头可明镜似的。你想啊，皇上大婚8年不见一子，而且还反对立大阿哥，啊，那些王爷们一天到晚的你争我夺的给太佛爷施压，你说这太佛爷他难不难？真难。哎，但是对咱们来说，也得想想自个儿的后路。我是这么想。知不理，拼命的册封兰贵人。目的就是想让这兰贵人给他生儿育女。兄弟，你可是这儿的攻坚首领。茶酒，他要是不仁，也别怪我不义。哼，大总管，我早就说过，这安德兴啊，从来没跟咱们一个心眼过。那您看这，
按照原计划办，太佛爷早就给他设好局了，就等他钻套。大总管，这太佛爷到底有什么高招？难道他都死到临头了，还蒙在鼓里头？哼！大总管，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难道这太佛爷要把安德兴？你动点脑子行吧？啊，平白无故皇上身边一个大红人，就让咱们给做了，那成吗？那个，啊，你在园子里头跟他共事多年，你应该听说过他是个大孝子吧？回大总管话，此话不假，安德兴确实是个大孝子。每年的年俸，他几乎是原封不动地送回老家。进了园子伺候皇上了，虽说是尽忠不尽孝了，可是他呀，每年过年和老家高堂生日，他都送钱送礼，从没落下过。在园子里可是出了名的。那不结了吗？他既然是孝子，我就围绕着这个孝字做文章。我对他的老爹老娘，给他们点颜色，我还不怕这安德兴他不就范。大总管，这主意可真高。你回去你一份文书啊，就说太佛爷亲定的宫女红珠调到天地一家村当管事宫女伺候兰贵人。大总管，这天地一家村归安德兴管，万一他要是不同意宫里红珠调过来怎么办啊？那就更好了。哈哈，我一堂堂的圆明大总管，调一个太佛爷亲定的宫女伺候兰贵人，这都不成。那这话瓣不是一下就捏在我手里头了吗？哼，到那时候别说他挣6品，只要太佛爷一句话，一下把他贬成庶民，那是可能的。大总管，您真高明，奴才告辞了。慢着，要防着安德兴和兰贵人不接收这个红珠，这事得赶紧禀报太佛爷，让太佛爷下到口谕。这报，大总管，宫中军事房大力太监张刘哥，哎呀，刘大哥，岩山兄弟啊，哎，得叫刘大总管。哎，对，别这么叫啊，都是兄弟。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下张岩山。张岩山，他来干什么？刘大总管调他到园子里来，当外参房的副首领兼大力太监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今儿上午刚到，事先我一点不知道。依我看呐，他是冲咱们来的。您在万岁爷身边。奴才安德兴给皇上请圣安，给兰贵人请安。平身。安德兴，马上给兰贵人的天地家村派个管事的姑姑。兰儿，你看上谁了？我马上让安德兴帮你派过去。奴婢想让瑞英到身边做管事姑姑。瑞英，就是上次在宜妃宫碰见了你，并且及时传信回宫里的那个瑞英吗？正是。上次送信的事儿，一定是有人告到了园子里，总管执房下了册子，把他从海晏堂调到了方湖圣境，整日里在那里做冷蒲团，打坐念经。本来一个做事严谨、经验丰富的姑姑，就这么浪费了，多可惜呀！所以奴婢想请皇上恩准，把她调到奴婢身边做管事姑姑。为了上次传信的事，皇上可是金口玉言，答应要赏赐瑞英的，何不借这个机会
就把他赏到奴婢身边来，也算是奖励。不知皇上可否恩准呢？启禀皇上，奴才以为此事不妥。安空间，你说此事不妥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人说，瑞英姑姑是当年道光爷赏给你做对食的女人。其实园子里很多人都知道，你们俩关系非同一般。你也知道，在这个园子里面，我除了认识瑞英姑姑、月海，那就是你了。我不过是希望有个熟人在身边，有个照应。把瑞英姑姑派到我身边，你是不放心啊，还是另有企图？回兰主子话，的确像您所说，奴才与瑞英姑姑确实关系非同一般，十分熟悉。可就因为如此，奴才才更不能同意将瑞英调往天地一家春。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不能把瑞英调到兰贵人呢？启禀万岁爷，兰贵人，昨天总管刘福找的奴才，跟奴才说，太佛爷已经下了口谕，要调太佛爷身边的宫女红珠姑娘前来天地一家春伺候兰贵人。总管执房已经下了册子，奴才估计今天下午红珠姑娘就会进园接任。又是太佛爷的人，不准！你去，到总管执房去告诉他们，就说是万岁爷的口谕，不接受红珠姑娘到天地一家春。太佛爷的好意心领了，来人退回。皇上容禀，奴才以为这么做实在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上次就是因为太佛爷身边派出了个玉儿，才闹出了兰贵人小产之事。这次又派出了个红珠姑娘，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。正因如此，奴才以为皇上更应该接受红珠姑娘到天地一家春才是。皇上恕罪，奴才以为这一次太佛爷恩准册封兰贵人，这已经是给他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这园子里刚刚露出平和之气，谁一个鼻孔出气啊？兰贵人，奴才……我问你，从前朝先帝道光爷开始，你就和刘福在宫中一起共事，是不是？回兰贵人话，是。我再问你，你跟刘福前后脚在太佛爷的慈宁宫当差，一直是他身边的贴身太监，是不是？回兰贵人话，是。就在昨天，刘福还和你在九州清苑的直房里密谋，谈了很长时间，这是不是事实？回兰主子话是事实，但绝非密谋，只是刘大总管向奴才言明，太佛爷要红珠姑娘到天地一家春做管事一事，绝无他事，请兰贵人明察。你明知道我查不出，才这么说，对吧？奴才不敢。不敢，
这话我听得太多了。自从进了园子，一天能听上几十回。你们嘴上说不敢，其实啊，胆子比谁都大。像我这么一个小小的贵人啊，你们当然是不放在眼里了。说白了吧，你之所以不愿意瑞英姑姑调到我身边，就是怕得罪了太佛爷，得罪了大总管刘福。你现在看我跟万岁爷在园子里面人单势孤，就想调转船头与刘福他们同流合污。皇上，依奴婢之见，此事不必在意了，请皇上立即下个口谕，将瑞英姑姑调到奴婢身边。启禀皇上，兰贵人进园时日不多，但深受奸人所害，屡遭皮肉之苦。兰主子的心情，奴才深表理解。可奴才在万岁爷身边伺候也有6年了，对万岁爷和兰主子绝不敢有3心2意。如有2心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但此事还望万岁爷慎重，千万不可草率行事。一旦万岁爷下了口谕，恐怕再与太佛爷结怨。那么，一旦再闹出什么乱子，正像兰贵人所说，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因此，奴才恳请万岁爷万不要下此口谕。奴才在这儿跟万岁爷和兰贵人叩头了。另外，为了不让瑞英再次卷入此事，奴才在这儿替瑞英给万岁爷、给兰贵人叩头了，万望接受红珠姑娘，以免再生枝节。奴婢求万岁爷了，皇上，您金口玉言，就把瑞英姑姑赐奴婢当差吧。求您了，奴婢求您了。朕启禀万岁爷，太佛爷口谕，特赐宫女红珠到天地一家村兰贵人处当差。总管执房的人已带红珠姑娘等在天地一家村，命奴才禀告兰贵人，接受红珠姑娘拜见。兰儿，这样吧，你先让红珠在你的身边当差，等日后找个机会找个什么辙，再把她退回去也不迟啊！不要再为此事小题大做了啊！奴才谢皇上。奴婢叩见兰主子。红珠，从今儿起，你可就是兰主子的人了。伺候兰主子是奴才的福分，奴才一定尽心尽力。行了，你们都先下去吧。是。哥，德海，德荣，嘿，真是你们来了。哥，我想死你了。是啊，哥，我也想死你了。是啊，我都3年没回家了啊。对啊。哎，刚才啊，执房的太监跟我说你弟弟妹妹来看你了，我还不相信。嘿，到这儿一看，还真是你们俩啊！哎，快坐着，坐着，坐着，来。德海，咱爹娘身体都好吧？大哥，我和妹妹这次来就是为这事儿来的，出大事儿了。什么？咱家出大事了？是不是咱娘病了？哎呀，咱娘身体一直就不好，前2天我还想托人给她老人家带点补品回去呢。不是娘，是爹。咱爹怎么了？今年老家大旱，村里本来就缺水，可陈家庄竟然把山头水阻断。为了能使地里的庄稼喝上口水，咱爹就带着村里人去陈家庄理论，结果被他们痛打了一顿，还把咱爹关进了大牢。还说咱爹是带头把陈家庄人打死了。哥，
赶快写个条子给老家的县衙吧，把爹放出来，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。启禀蓝主子，红珠有事，说是到大总管的职房去一趟。哟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。这些天呀，他总是跟在我左右，我连上茅房他恨不得都要去看看。今儿这是怎么了？看来是下雨了，太阳出不来了。云儿啊，把门关上，我要睡个午觉，让任何人都不要来打扰。是。瑞英姐，瑞英姐，蓝主子，奴才给蓝主子请安。起来，我是特意跑过来跟你说一声。上次我们说的，让你到我那儿去做管事姑姑。本来吧，我都跟皇上说了，可是大总管刘福拿着太佛爷的遗旨，已经把红珠派到了怡兰院。这个红珠现在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，我都快被他烦死了。姐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。蓝主子，您别着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以前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儿。这奴才监视主子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说的是啊，姐，你比我进宫早，知道的事儿也多。无论如何，帮我想想办法，出出主意。你们看见狼主子了吗？看见没有？我问你们呢，看见狼主子没有？说说，男主子去哪儿了？还有你都快去找找去。今天找不着，不准吃晚饭。云儿，你说，蓝主子究竟上哪儿去了？
我刚才跟你说过了，蓝主子他在屋里睡觉，他特意嘱咐过，说不让人进去。他说他要睡午觉。睡什么午觉？我刚才已经查过了，屋里根本没人。你今天要再不说实话的话，明天我就去报告大总管，把你送进宗人府的空房子里关起来。蓝主子确实是在屋里睡觉，兴许他这会儿醒了，到后院遛弯去了呢。又或者胡扯，门口有人守着，他出去能瞧不见？你到底说不说？说不说你？亲封的兰贵人，你在我这儿这么大喊大叫的，成何体统啊？回主子话，没问你。红珠是这儿的管事姑姑，等她得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也不怪红珠，怪我。我这当主子真不容易啊。那行了，各干各的去吧。红珠啊，你等等，你不是说有急事找我吗？什么急事啊？怎么也不说就走啊？这个急事儿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到底有没有事儿啊？回主子话，奴婢是想问您晚上喝什么汤？不定的，喝什么汤，那更是有规矩啊！你凭什么为这么一句废话，就跑到我这儿大喊大叫的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哼，年纪轻。
蓝主子，请用。嗯。不错，这叫什么汤啊？黄瓜蛋汤吗？嗯，还挺有风味儿的。哎，你跟大厨说，明儿啊再弄这样一汤吧。嗯。说到这王八蛋，我想起来了，红珠是不是还那儿跪着呢？还在那跪着呢，活该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。传我的话，让他起来回屋吧。这。红珠姑娘，蓝主子发话让你起来。蓝主子发话让你起来回下房去。红珠姑娘，其实你愿意跪多久就多久，我也管不着。不过我可说了，而且说了不止一遍，蓝主子发话，你这样赌气的跪着不起来，等于抗命。粤海公公，我一个做奴才的哪敢抗命？你去回主子话，就说我红珠自认犯了大错，甘愿跪到子时再回下房。蓝主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不是在跟主子较劲儿，也不是跟任何人较劲儿，我是在跟我自己较劲儿。蓝主子，红珠她不肯起来，说自己犯了错误，为了好好反省，甘愿受罚。这么说，他还挺懂事儿的。行，跟下房说，把他饭准备出来，要不然说我这主子连饭都不给他吃了。这，蓝主子，也许红珠姑娘真的后悔了呢。她呀，我还能不知道她的心眼儿？她就是跟我赌气呢。行，让她赌去吧。跪多长时间了？快3个时辰了吧？看她还能跪多久。再给我盛点汤吧。是。蓝主子，请用。王八蛋！大总管，哎呀，安德新那儿，安德新那儿怎么了？乱了套了。这2天啊，他可是上上下下那个串啊，脸色啊混得跟白面粉似的，没个人样了。你呀，反正继续在那儿盯着啊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你应该知道。张一山呢？哦，回大总管话，他现在正在城里的长谷斋搞调查呢。行，你先忙着去吧。这。
德新来当当，不管什么东西，您马上告诉我。哎，事成之后啊，我再给您送几件宝贝来，都是宫里头的。好，到时候您这藏古斋，可就算发大财了啊！好，好，好。怎么样，韩公公？您的手术送到了，银子也送到了，他们放人了。回总管，文书扣下了，银子退回来了。衙门里的人说呀，人绝对不能放。不放？是不是嫌银子少啊？按说不应该呀，这800两不是小数了。可是这回是怎么了？银子不收，人也不放。依我看呐，这里头一定有事儿，怕是有什么蹊跷吧。